这是人类第2次见到外星人，可对方明明一副恶魔模样，人们却把他当成了上帝。只因对方用外星高科技将地球打造成了人造天堂，人们再也不需要工作赚钱，吃穿住行等一切都由外星人超主免费提供，人类生活的无忧无虑，彻底过上了被圈养的生活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每到夜晚，好心的超主就会秘密派出飞行器，对沉睡的孕妇们进行扫描，直到超主降临后的第一批婴儿诞生，人们这才惊恐地发现，这批新生儿竟拥有了不同的超能力，而且他们的体质也变得异常强悍。人们于是找到超主，超主承认是他策划了一切，但自己这样做只是想让人类加速进化，并无恶意。大家相信了超主的话，都非常开心。但很快人们便惊恐地发现，一些小孩还竟开始用异能来伤人，而且情绪也越来越暴躁。政府立刻派出心理医生找到小孩进行测试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心理医生刚与小孩交流，便直接被对方操控了心智，随后脖子上的项链急速收紧，眼看场面就要失控时，小孩又突然停了下来，医生这才逃过一劫。而更加惊恐的事情还在后面，人们发现这些小孩竟能进行精神连接，他们还会定期一起将手举向天空，像是在进行某种可怕的仪式。而为首的则是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小孩朝圣般的来到她身边。珍妮父亲不厌其烦，他大声呵斥这些孩子离开，但这些孩子像是听不见他说的话，反而聚集的越来越多，并且都像丢了魂一般呆呆望向珍妮的方向。看着眼前这瘆人的一幕，珍妮父亲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搬家到城市新雅典，因为那里是超主不曾干涉的地方，而且聚集了一批不愿意接受超主施舍的人，说不定他们会有帮助珍妮的办法。可他们汽车刚出发，就被外面的小孩团团包围，显然是不想让他们离开。就在双方僵持之际，最终还是珍妮挥手，对方才让出一条道路。一家人终于到达新雅典，当地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珍妮父亲以为终于摆脱了超主的控制，开心地带家人去看电影，却没想到异变突生，超主突然出现在了电影屏幕上。You have enjoyed decade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, but the sun sets on even the most glorious of days. 超主此时不再伪装，他告诉人类自己受命于一个名叫超智的更加高等的文明之翼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人类进行升维，好融入超智中。现在小孩子们已经成熟，自己将把他们都带走，地球将不会再有孩子降生。至于剩下的成年人，自己将会继续满足一切需求，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，地球也将被摧毁。而随着超主话音刚落，所有孩子开始诡异地飞向天空。等人们反应过来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一些人想抢回孩子，但却悲哀地发现，在被超主圈养的这些年，地球的科技早就被对方摧毁，只能无助地接受眼前这一切，人类彻底失去希望。而与此同时，珍妮作为所有孩子中能力最强的存在，则飞到了一座高山上，开始召唤一种能量光柱，只等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死亡，便终结地球文明。而就在地球生死存亡之际，一个黑人却偷偷溜进了超主的飞船。